现在在桃园机场，要准备搭1:20的飞机到韩国去。这次要到韩国去是因为就是论文的关系，要去那边收集资料，所以就决定还是去。人非常的少，到时候再看上飞机怎么样。入境韩国的话，现在要填旅游记录，然后入境卡，还有一个健康状态表。飞机上都没有什么人。他刚刚空服员送了机内餐来，现在因为是防疫期间，所以就放在这种塑胶盒里面。现在没有人要吃，飞机上不吃东西。偷看一下，哇，有这个好吃的 brownie， 还有巧克力跟三明治跟一个 yogurt， 好吧，拿下去吃。到韩国时间超快的，跟从英国回台湾比起来。We're almost there. 거의 한 30분을 가야 돼요. 30분ぐらいかかりますね.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콩국수라니까 콩국수. 알아요? 예, 알아요. 여름이니까 in the very hot day. Yes. So you 소이빈. 콩국수 먹으면 좋아요. 今天是我到韩国的第2天，刚刚上完了上午的语言课程，现在有1个小时的午休时间，边吃饭来边看 Netflix 休息一下。特别喜欢吃这个萝卜，哇，不会很咸，里面真的好好吃哦！我刚刚有稍微用剪刀把它剪一下，它的汤是有一点点咸味的，这个面条的口感有点像蒟蒻面，非常的好吃。但其实这个分量对我来说有点大，应该是2人份的，我可能可以把它当晚餐一起吃。现在要去中区保健所检验那个新冠肺炎，天气还蛮好的，就有点凉凉的这样。我住的地方是靠近南山，就是明洞这边，到负责这一区的检验所在中区，就我看地图要走大概50分钟。我想说，既然那个检验人员说可以搭电车，那我就搭电车。那我就要先走去大路上，再搭计程车去。안녕하세요. 중국 보건소로 가주세요. 네. 我已经到中区保健所了。我刚刚已经接受完那个检验，然后呢，哇，超不舒服，他把鼻子那个伸到真的超里面的，我要流眼泪了。刚刚就先在那边填完资料之后，到那边这里面坐着给他插那个棉棒。今天是我到韩国的第3天，我昨天去快筛了新冠肺炎，就戴着口罩、戴着手套，坐着计程车去保健所。我做快筛的过程非常快，应该不到15分钟吧，没有像之前在新闻看到的一样大排长龙。我做完之后才有另外一个男生来做，而且他们的快筛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我昨天下午大概4点多做的，今天早上10点多、11点就出来了，结果是阴性，好险！泡菜口味的饺子，比较辣，不是很好吃。冷面，夏天真的超适合吃冷面的。我现在每天隔离的日程就是早上上韩文课，下午写论文。这几天发现韩文课的功课有点多，就是我是上那种很简单，因为这样的话比较不会对我的论文写作过程造成一些负担或什么。它总共有6集，我是从2集开始上。吃完饭还要写一下这个作业，12点半的时候再回去上课。
现在也都是上线上的。学校是说看第4学期会不会有机会回到教室上课，但是我觉得像现在这样上网络课程也还不错，就是我可以睡到8点50再起来。네 먹었어요。现在时间5点45分，需要量一下体温，36.8度。刚刚保健所的人来送了防疫包给我，他就是附了一个这个橘色的大垃圾袋，这14天就是要把垃圾都装在这里面。还要给了口罩，有5个口罩，我自己是带了200个过来。接下来这个체온계 사용법，这是贴的量体温的，原本是长这个样子，35到37.5这是正常的，然后这个是不正常的。我刚摸了它就变色了，我自己是有带温度计来啦，应该没关系。他还给了一罐这个干洗手，怎么这么好，超大一罐的，跟一个酒精，我自己是带了2罐酒精来，然后现在他又多给了1罐。我的隔离是从6月30号到7月14号的中午12点为止。这几天都会写论文跟上韩文课，所以应该会过得蛮快的。就这样。我同学的狗狗在这里。 소심하다, 마음이 작다. 이 사람은 용기가 없어요. 정방 씨는 어깨 넓은 남자, 좁은 남자? 어떤 남자 좋아해요? 저는 어깨가 넓은 사람 좋아요. 헤헤, 我朋友帮我叫的餐送来了。朋友真的超好的，没有他我活不下去耶，真的很想念台湾的饮料。我点的这个是济州岛绿茶 milk tea 加珍珠，然后这个呢是奶盖加珍珠，还有给了这个辣椒籽，倒下去之后，哇，有辣有辣。我很喜欢看这个我独自生活。哇，嘴唇应该已经红了啦，那我就来继续吃了。嘿，大家，现在要来改今天的作业，老师已经帮我改好了，是美肌能，虽然念起来是能，但是其实是订正完了，要来念论文的东西了。现在是我的 iPad 是台湾时间1点39，现在是首尔2点39分。现在在边喝饮料边看论文的 book list。论文真的好难哦，真心佩服那些写完论文的人。同时呢，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也在等伦敦的晚上7点，因为我的室友们要协助我，我已经请伦敦室友们帮我打包好，今天海运公司会到我们家去收件，所以我就想说，反正我要写论文嘛，那我就边写边等。OK， 加油，论文你可以的。锵锵锵！今天的午餐是 BBQ 炸鸡、黑糖 QQ 球。当当，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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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叫的是拌拌。噔噔噔噔噔！先来吃我的这个黑糖球球。里面哪样？这个很还好，不用点这个。它很脆，可是它是那种又甜又辣的口感，有点不太习惯。我要想更多豆豆了。还蛮好吃的啦。但我真的有点点太多。之前在台湾的时候有吃过 Nene Chicken， 我觉得很好吃。这家不知道是我点错了，我觉得
普通。先来吃一个原味的，原味的就很普通。还是其实要喝啤酒，我觉得有调味的比较好吃。我已经有点饱了。大家来韩国都吃哪一间炸鸡店啊？要是你们有别家推荐的话，在留言栏下方推荐给我。欢迎大家！终于我的韩国隔离也来到了尾声了。这次跟上次台湾隔离一样，我要用自己染头发来结束这一回合。这次要使用的是丽洁泡泡染，颜色是烟熏冷棕色。上次染头发大概是在3月底的时候，也是使用丽洁的泡泡染产品。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一边染头发一边聊天吧。因为刚浴室实在是回音太重，所以我改到这边拍。抱歉哦，我最近吃的东西非常上火，像刚刚中午还吃了炸鸡，所以最近痘痘长得有点猖狂。那就开始撸，暴力拆法。戴好手套，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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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好了。2剂。将打开2剂瓶盖，将第1剂全部加入2剂中。味道还不算难闻。错了，盖上瓶盖，摇晃180度，要开始咯。我有点紧张塑胶袋，你可不可以好好待着？你不听话呢。就这样开始了。好丑哦！对不起，我可能会很丑，不要因为这样弃看我的影片，拜托。首先呢，我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来到韩国？这次会来到韩国，最主要是因为我的硕士论文，在我伦敦硕士入学第1学期的时候，那时就有计划要来韩国写论文，收集一些资料。那我论文的计划也是一直朝这个方向去做学术研究准备的。可能有一部分的人知道，当你在写论文的时候啊，需要在第1、第2学期的时候阅读大量学术相关文章。那我在3月伦敦疫情大爆发之前，回到台湾的时候，也曾经想过说，好像疫情之下没办法照着原本的计划走了，那是不是要改研究主题呢？那时候也是有这样想的，但是因为在你决定主题之前，你需要阅读大量的文章嘛，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时间上要改主题是有点困难的，所以我最后决定说，那我就边观察韩国的状况，边申请签证。要是签证拿到了，看当时的情况再决定到底要不要过。最后的最后，因为真的实在是太丑了，所以容许我用一下 Snow。超大的一颗蛋在这里，对，我的头蛮高的。现在是4点40分，那要放到大概5点左右。刚洗完澡，这颜色蛮深的，但我还蛮满意的，因为上次那个颜色其实有一点黄掉了，我就觉得不好看。染这个很接近我原本的发色，所以还蛮满意的。用这个发油稍微护发一下，就可以吹头发喽。哒啦，这就是我染完的成果。如何？这个烟熏冷棕色是不是比想象中还要深很多？但我是觉得还 OK 啦，因为我一直很想要把头发留回去原本的原生发色。那之后发根长新头发的时候，可能布丁头就比较不会这么明显吧，希望是这样啦。那我们现在就来回去聊一聊我在疫情期间是怎么来到韩国的吧。有2点，一个是签证，第2个是飞机的部分。一样，我的大抄，因为这样讲的话会比较有条理，大家还请多多见谅了。签证的部分，现在韩国是没有旅游签证这个东西的。那在5、6月的时候，韩国这边因为新增确诊人数有稍微上升，所以韩国政府在6月中的时候把打工度假签证也停掉了，先暂停。不然原本是想说可以申请打工度假签证来这边写论文、收集资料，并且在论文完成之后找工作，来完成我想要累积海外工作经验的这个目标。
那因为没有观光签证，也没有打工度假签证，我就看准了相对比较好申请的语言留学签证，也就是 D4 签证的话，我那时是看准了学费相对最优惠的程序管理学堂，平时一期要160万韩币。那在这个时候，因为大家都是用网络教学的方式，所以程序管理学堂就提供了2期只要200万韩币的这个优惠班。优惠班的上课时段是从早上的9点一直上到下午的1点，正规班的话是从早上9点上到下午的3点。学费的话就会稍微比200万再高一些些。那在开课之后，因为正规班跟优惠班报名的人不是很多，所以他们把2个班都合并在一起。那上课时间就比原定的1点再多加2个小时，因为是跟正规班一起上课嘛，所以觉得赚到了。虽然说我写论文的时间就稍微被压缩了一点。飞机的话，我那时6月是看准了大韩航空的机票，他们单程飞往首尔的机票是6-7千块钱，而且在6月底前购买机票的话，大韩航空还会再免费附赠你23公斤的载重量，是这样讲吗？就是你总共可以带46公斤到韩国来就对了。而且那个时候好像就只有大韩航空有飞首尔，1个礼拜有3天，每天有1班飞往韩国，所以我也别无选择，就只好买大韩航空的机票了。那来聊一下韩国隔离。现在入境韩国的话，也一样跟台湾要做14天的隔离。而且啊，上个礼拜呢，韩国政府把他们定点隔离设施的费用从原本的140万韩币提升到200多万，非常的昂贵。那他们还有个规定是，入境韩国的3天内一定要去做新冠病毒的快筛，快筛结果呢，在隔天就会以简讯通知你，其实非常的迅速。我觉得韩国政府这样子做普筛，不仅是对社会有一个保障，也会对隔离的人稍微起到安心的作用。因为我那时在台湾隔离的时候没有做快筛嘛，也没办法做快筛，所以我那14天过程中一直都很担心自己会不会其实有感染，会不会其实只是无症状，会不会传染给家人什么之类的，就一直很操心，就那时候心情很低落，很忧郁这样子。那另外一点跟台湾比较不一样的是，韩国这边有专门自我隔离管理的 application， 一天当中需要输入2次你的体温，还有你有没有发烧，有没有相关症状，回报给你的负责人。隔离到大概第4、第5天的时候，你的负责人会送关怀包，也就是检疫包来给你。关怀防疫包里面会有口罩、垃圾袋、消毒水，然后干洗手，还有体温贴纸，这样子5个东西。那每一区的保健所都会提供不一样的关怀包内容物。我没有想到我不是韩国居民也可以拿到这样的防疫包，非常的感谢。那因为我隔离的地方并不是他们的官方隔离设施，所以饮食的部分我是请我朋友帮我叫食物送过来的。非常感谢我的朋友，要是没有他，我14天真的活不下来。Emina， 너무 고마워요。那韩国这边的隔离是在第14天的中午12点解除，所以我明天中午过后就可以变回自由的人了。明天下午打算办手机、办银行账户、找房子、写论文。对，每天都有的行程就是写论文。因为我1到5都有韩文课要上，下午也有论文要写，偶尔看一下 Netflix 追剧或看综艺节目，不然就是跟朋友家人打电话聊天，所以这14天真的过得还蛮快的。比起上一次在台湾隔离，这一次真的充实很多。隔离期间哪儿都不能去，会有一点郁闷嘛。而且我又因为写论文的关系，因为是第一次写论文，又想把它写好，所以给自己非常多的压力，有时候会有一点心情低落。但我妈在上个礼拜给我看了一个有关于幸福与成功的影片，那个影片是在讲说，很多人会认为成功就是幸福，但是他们在追求成功的同时，也会渐渐的变得不幸福。所以那个讲师提出了幸福策略，也就是在1天结束的时候写下3件让你感到快乐或者是感到幸福的事情，让大脑分泌多巴胺。持续21天之后，大脑就会比较习惯用正向的方式来思考或者是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事情。我自己是觉得用这个方法之后，我的思绪比较没有那么的负面了。那我身边也有朋友稍微试了一下，他也觉得平时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焦虑了。那大家也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之后再跟我分享这个成效怎么样。我们一起变幸福。嘿，谢谢你们看到这边，影片也来到了尾声。最后的最后来聊一下我
我在韩国的期望。最重要的就是我希望我的硕士论文能够顺利完成，而且要提高效率，我才能多多见我的韩国朋友或者是我语学堂的朋友。我也希望韩国的疫情能够稳定下来，这样才可以多多拜访首都圈以外的城市。那短期间之内我不会回到英国去，可能是在明年暑假的时候回去参加毕业典礼。目前英国的单日确诊人数都是在500上下徘徊，韩国的部分呢就在50上下，所以相对起来韩国是比较安全的，但是该做的防护也是不能够忘。像我自己是带了200片口罩跟2罐酒精来到韩国，以防万一。我自己也是希望能够在韩国待久一点，把韩文学好，写完论文之后在这边找工作，看能不能在这里累积一些海外工作经验。那在工作个2-3年之后呢，带着这些经验回到台湾去发展，毕竟我的家人都是在台湾嘛，我希望可以回去陪陪他们。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为止了，之后我也会常常分享我在韩国的生活，假如你们有兴趣的话，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还有我的 Instagram。那我们之后多多见咯，下一支影片见，拜拜。